像柔佛州它的这个选举结果，它会不会呈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结果，然后甚至撼动到了中央的执政？首先说，州的选举跟中央的选举，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我的判断就是，现在为什么会说，不能够让巫统复辟？只要州选输了，那你可能就会被放出来。对，放出来。州大臣的傲慢什么的，这些呢，其实它并不是政策都属未来的方向。你也不讨论政治的这个成绩做了多少，跟你提出了什么替代的方案，这些都不提了，只能够用这一种方式来进行，其实都比较民粹了啦，它就很不健康。如果是这样子的政治氛围的话，那么跟2008年跟2018年其实没有改变，我们并没有进步。我现在常常说呢，马来西亚呢提出2县制本身是一个伪议题，为什么？因为马来西亚本来就不是2县制的，现在是3+1，OK， 这是国门、BN、西门加上沙劳越 GPS 跟沙巴的，它有自己的固定的生态。你说阿克妈妈它有市场吗？有啊。你问尼克明它有市场吗？也是有啊，对吧？已经固化了自己支持者。这个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讲，它就是个 political composition 啊，没有办法理性的交流情况之下，你就会产生的各种极端的方式。你好，欢迎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 财经所制作的。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你好，我是能杰。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开始之前呢，不要忘记要记得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那如果对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也不要忘记把这个影片呢分享给你所有认识的朋友啊。那我相信马来西亚的改革速度是快还是慢呢？大家心里应该各有想法，但是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在讲说马来西亚的改革速度很像比较缓慢啊。那这个可能是很多的选民对于团结政府心里非常不满的一个原因之一。那在经过了之前的沙巴州选之后呢，现在我们看到要迎来多个州的选举啊，那么是不是真的会复制沙巴之前的成绩呢？那大家对于团结政府的不满会不会在这一次的州选当中，我们看选民究竟要怎么样子来做一个表态呢？这其实都是我们非常好奇的问题啊。所以今天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呢，再次的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他是前青体部副部长，那么现任的这个远景研究中心的联合主席，那他也是一位资深的律师。我们来欢迎严炳寿严大哥，欢迎你。Thanks， 谢谢 BFM 的朋友们。是，好，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就希望严大哥可以来跟我们来剖析一下现在的这个政治局势啊，因为最近真的是蛮乱的啊，不晓得严大哥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这是我觉得我们国家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啊，它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历程。只是我本身是觉得啦，你从2018年，从2008年、13年、18年过后，改朝换代过后到现在呢，它那个阵痛的时间太长。我们民行这步，我们是不是已经往前多走了一步？OK， 至少能够非常和平的、平和的政权交替是能够在没有任何动乱的情况下进行。不过，我们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包括这个改革，是否有往更前端多推几步 ？OK 那么这个我相信呢，很多马来西亚的选民啦关心政治的选民都会抱着期待，抱着很大的期待。那么自然期待大了，那么就当产生落差的时候呢，那种挫折感是非常，感受是非常深的。是，其实您提到阵痛的时间比较长这件事情啊，因为你上次在我们的访谈当中呢，你是针对这个政治献金法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嘛？对，我已经在国家的这个政治献金的理事会里头是提供过一些参与了1年多的时间，提供了一些想法，也提出了一些报告。但是你提出这些报告跟想法，距离上次你来我们这边分享之后到现在，你觉得这个法案的推动有没有什么实质的进展呢？那是10年前的事情了，是吧？你说完全没有进展，我不敢说，只是这个10年时间非常的长。我当时加入了这个部长 Paul Lau 的时候呢，我说我们估计这个东西应该是半年之内、9个月之内报告就能够呈出来的。这个东西并没有说它不是 rocket science，是不能够理解的事情。所以当时做出来，他并没有这么乐观。他说可能要拖上1年、1年半的时间，然后呢要进入立法的程序。当时我们抱着一个心态，就是希望在2018年之前
能够提上国会的议程，然后能通过。当然，市议会当时并没有完成。当然有很多有好几个因素造成。就其中呢，一个因素当时是在野党的话呢，就各种的悲歌吗？阻挠吗？各种的的泼冷水、阻挠也不参与等等啊。当然说在那个时候如果去推出的话，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政治议题，所以就可能就压后了。可是当然这样子一过也几乎10年了。那么这10年来，你说完全没有进步吗？它有。你说在2022年就是选举前嘛，当时应该是阿马法德利嘛，他有提出了一个私人法案，修正过了这个政治献金法案。那么到了2023年吧，是由的王岐乾王倩呢当的这个国会跨党派政治献金小组了。他做主席嘛，就当时提出了一些新的这看法。那么就是到2025年下半年跟2006年就今年的年头的话呢，你看到阿扎丽娜的话呢，想把它推出这个议程里头。不过我稍微看过了他的这草案呢，跟我们过去所提出呢，它其实比较基本上呢都类同。哪一些是不适合捐款的，哪一些是的小额捐款。主要还是强调当时我们提出的透明化，披露，是吧？是捐钱的人披露，收钱的人披露，就放在阳光底下的意思。那么这一次呢，就增加了多一个比较的，当时我们不敢接受的一个建议，就是用公帑，用国家的每一年的财政预算案的一小部分。比如说0.18%、0.05%或者0.0018%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分配给各政党的运作。那么他们现在提出的这个方案呢，是你现有多少个国会议员啊，然后加上你的党派在大选的时候得到多少的支持率，一个混合制度。不无论呢这个呢是把公帑用国家的钱进入放到这个政党的这个民主的运作之中。我总是觉得议会民主程序它必须要竞选，政党是需要钱来运作的你不要想到说大家是两袖清风就能够竞选，那是不可能。在运作上，你当然吃喝喝，对吧？就这一些基本的开销的话呢，也是很大笔的一笔数目。所以只是很遗憾的，在过去啦，你从 1NDB 开始到现在呢，其实在过去你往回看的话，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任何一个 sector 领域的都有法律规范了，就只有政治献金这个领域的话，你在朝的时候，你想办法的，你在朝跟在野的想法就一直不一样。包括现在的一些在野党的话呢，也不太认同，就担心说披露了之后，有些人不敢捐钱，有一些捐钱的人也怕你知道这是可能我们在这方面呢还缺乏了一种共识跟认知。但是距离真正的就是我们如果举像是这个北欧国家也好，或者是比如说亚洲，比如说我们举台湾的例子也好，台湾对澳洲他们的政治献金法其实韩国是走得非常的前面嘛，对不对？包括你看一下，主要是有公帑，你用国家的每一年的财政预算的一部分就交给政党跟政治人物去维持跟操作。这个呢，可能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当时提出的想法，应该是在有一些国家是完全是用这种方式的，应该是墨西哥或者是哥伦布，所以他们一些理由，为什么当时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在台湾的话，我看因为柯文哲前市长的案子，所以我们看到哇，原来台湾的政治献金法，他们规定这么多，包括你的用途在哪里，它都规定的非常的清楚，而且如何申报，然后公开透明。那距离这样子的这么严格的政治献金法，我们跟它的距离还有多远？就是以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所提出来的，我们是跟他们距离很像，还是蛮远的，是吗？其实这样子的，它并没有一个最完美的一个模式，每个国家的模式不一样，对吗？选区制跟有总统选举制的这些都不一样。所以我是觉得，经过了这10年来磨合想出的方法，甚至加入这些公帑，加上现在政府的话，它本身有足够的要通过这个法律。至于是不是能够写进宪法里头，
是吧？人家宪法你要成立一个宪法的一个委员会，是要交给国家元首来委任什么这个机制，那是另外一回事。要不然的话，你一个普通的法案，现在的政府是肯定能够通过。那么你问题是你要跟谁报告？要有人管理的嘛，是吧？你要跟首相报告，我们可能不认同。就我也是不太认同，那么就可能跟国会报告，跟像这个国会的 PAC 这样子，你可以甚至由反对党领袖来做主导那个委员会主席也行的。主要的核心，我们愿不愿意公开国家政治人物、政党的钱财的往来是怎么样的？会不会有这个利益矛盾？会不会有贪腐行为？这是我们要针对的这个核心议题。当你愿意去面对它的时候，那么接下来就是政治意愿了，要不愿意通过。没有完美的制度，至少一些已经在其他国家已经在执行，比我们先进的国家都采取这制度，不妨试试吧。你连试的勇气都没有的话，你永远都在给自己找借口，对吧？所以你觉得现在还是不太有那个政治意愿吗？意愿不强，意愿不强，意愿不强。我看到有在推啦，不是说没有，的确有一些国会议员，就像首相任期制一样，有在推啦。首相任期制，我倒觉得我本身的想法倒并没有非常强烈，反而是之前的一些竞选宣言所说的，首相跟财政部长必须要分开。因为你看那个现在国家花钱的方式，包括首相署每一年能够在整个这个 budget 里头、预算案里头。破到首相署，让首相能够当做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决定的那种花钱的方式，很多议论的空间呢。就说一些选民就对把这笔钱送到巴勒斯坦去的话，我们自家的问题都这么多了，做好人也不错啊，慷慨解囊是好事，不过我们也有个限制，比如说这样子，或者是说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议题是吧？是不是要民选？你这个已经是白纸黑字学了多少年了？这个还不是讲承认统考，这个才算是次要啦，是吧？那只是一个系统制度上的一些改变罢了。你说首相跟这个财政部长是不是要分开？阿赞巴基这样子的一个反贪会的这一种才是重要的问题嘛，对吧？对这些改革我觉得是选民特别关注的，而这一些的政治意愿呢，看起来。我们并没有往前多走2步，没有，这还是留意在讨论、在说话、喊话的这个阶段。这个东西其实对选民来讲是很无力感的。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在沙巴的州选的时候，当然。很多人认为说东马的情况跟西马半岛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看到在沙巴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比如说像是民主行动党，他们全部都全军覆没嘛，在那个地方的。当然现在是否会有这样子的忧虑，说在接下来几个州选当中，西蒙整体也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你自己怎么看？就是这个改革，它生态不一样，这些改革跟选民的期待的落差造成的这个挫折跟无力感，可能会进入一些可能不愿意投票或者开始他的铁板一块呢开始有一些松动，这些都政治正常，political normal， 你不能够说他的板块移动了，我们就觉得很惋惜，是这样子，要不然的话就以后就锁死了。你就干脆做集权国家就好了，就全部锁死了，就是这些人可以玩。就是民主，它本来就是个 political conversation， 认同吗？我也认同，要改变嘛，对吧？是，所以你要给人家有选择的机会。那么说像沙巴跟西马的政治的板块跟它的生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我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你像罗佛州跟沙巴根本没有可比性没有可比性。那么是不是会因为这样子，他会面对那个8比0这样子的情况？我倒觉得不会。OK， 我觉得不会。那你会怎么评估呢？接下来，比如说像柔佛州，它的这个选举结果，它会不会产生一个就是呈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结果，然后甚至撼动到了中央的执政？首先说，州的选举跟中央的选举，它是完全2个不同的概念。现在的一些政党的话呢，做西门的话呢，就当他找不到更好的这个竞选了。我毕竟是执政党成年的一个元老啊，我从我这个角度来讲话，大家听的话，可能给点 discount 也不要紧。不过我的判断就是，现在为什么会说不能够让乌统复辟？只要州选输了，那你可能就会被放出来。对，放出来。州大臣的傲慢什么的，这些呢，其实它并不是政策，
这州属未来的方向，你也不讨论政治的这个成绩做了多少，跟你提出了什么替代的方案，你的替代人选是谁什么等等，这些都不提了，只能够用这一种方式来进行，其实都比较民粹了啦，它就很不健康，就是我们国家并没有进步，就因为这样子就。这些选民、这些网民看的话，也跟着一起宣泄的话呢，其实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政治氛围的话，那么跟2008年跟2018年其实没有改变，我们并没有进步。我倒是觉得理性问政的情况之下，你必须要看政绩。你说过的话，你执政的时候，你有权的时候，你有做嘛？你不做的话呢，然后你这边人说马华，就是又是马华的问题，你这样子针对性的话，没有解决任何我们的问题。是吧？你觉得现在有在理性问政吗？就是现在整个国会的气氛自己观察。其实我觉得是很遗憾啊。我总是觉得那个阵痛期啊，真的是太长了点。我们并没有很多进步，稍微有一些想法的进步的人，2下子呢，他不买堆嘛，不根据党。你说的别人不说吧，我跟建聪跟王吉清，我也跟他们也不熟。不过我从我旁边观察了，当然我也问一些朋友等等，他们也是有想法。想要改变的人，至于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是另外一回事。至少你可以看到一些政治人物呢，没有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今天白纸，明天黑字这样，或者说过的话，当然没说过，那个让我无比惊讶的一个做法。你说过的话，你说我没有说过，这些都是反走过必有痕迹，而且一步一步都有留下痕迹。你硬说没有，然后呢就一直要给人家洗脑，当作没有发生过，不然就转移视线，移花接木一下。这些都不是进步。现在有一个气氛，就是大家可能，至少是我觉得在一般的选民当中，可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真正想要做事的人可能被边缘化。那真正在可能党里面当权的人，不管任何党啊，不只是西蒙比如说我们说所有政党，像包括像是像巫统一样，像阿克马这种人，他就你知道吗？他整天可以玩弄族群的情绪的，或者是他有很多可以讲很多民粹的语言的人，他就特别在党里面他有权势。那这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你说全球的自由民主制度的话呢，走到今天的地步的话呢，不是马来西亚吧啦？你看特朗普是怎么搞了？你看 Boris Johnson 英国是怎么搞了？都是走这种所谓的民粹的方式。我们讲的欧北共啊，你就 alternative truth 啦，是吧？就变成信者恒信，加上我们现在接受信息的这个的管道的话呢，都是固态的，全部是silo的。所以就都是跟自己人在讲话。所以我们今天出现那个我们不讲东马 ，OK？ 我现在常常说呢，马来西亚呢提出2县制，它本身是一个伪议题。为什么？因为马来西亚本来就不是2县制的，它是2+1，一呢是 pass，是吧？现在是3+1，OK？ 现在是国门、BN、西门加上沙劳越 GPS 跟这个沙巴的，它有自己的固定的生态，所以这些变成我们政治生态已经变成。都已经转成这个样子了。那么我们不讲东马，我们讲西马吧。OK 西马的话，你说阿克马它有市场吗？有啊。你问尼克明它有市场吗？也是有啊，对吧？为什么他们有市场？哈迪亚为了市场的话，久还在那边牢套住呢。就什么？你要 speaking to the convert， 你已经固化了自己支持者。这个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个 political conversation 啊，没有办法理性的交流情况之下，你就会产生的这种各走极端的方式，各走强化自己的基本盘的方式。而现在的基本盘，你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三分天下，有一些是固化了的地盘，有一些是要想办法合作，是要跟谁合作，看才能够占最大的便宜。所以呢，我常说呢，有那些政治人物站在台上，这个人背叛后面插我刀什么的呢，你就听了也就算了。因为政治它本身就不停的在盘算着，个人的、政党的长期的利益，它本来在盘算着的，你不要把自己树一个贞节牌坊，这个是最我是觉得这个那个是太过虚伪了。你就在盘算着哪一个是对你最有利的。我马华工会也是在盘算着的，巫统也是在盘算着的。那么呢，你行动党也是肯定在盘算着的。你今天可以跟回教党合作，你也可以跟巫统合作，你也可以跟赌团党合作，你可以跟 PK 合作，都是在盘算嘛。你什么道德勇气告诉别人说我们是正义的一方？Please。
OK， 了解。这个呢，我就觉得我们选民呢，如果也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话呢，那是因为你对他的忠贞的支持，那也是一个选择。我尊重你的选择罢了啊。不过当你把它激化的时候，它变成一个 polemic。这个以前一直小拉告诉我们，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就制造了对立，用对立的方式，用仇恨的方式来治理这个国家，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是。好，我们既然谈到盘算这件事情啊，严大哥，我要来问你一下，就是关于现在整个巫统啊，或者应该说是，我们看到整个国政啊，应该说是国政以及西蒙的合作，接下来你觉得在这个州选的部分啊，不管是在柔佛啦、马六甲啦、森美兰州，对，你觉得这个合作还合作得下去吗 ？OK， 马六甲现在还没有进入州选状况，不知道。那么森州跟柔佛州都已经表态，solo 是吧？对，各自竞选嘛，是，所以有任何出现可能合作的空间，基本上在竞选过程中是不产生了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因为之前感觉上还AMDAT啊，然后我们看到尼可敏啊，还有就是国政啊，大家很像是一条心，是 brother， 大家不然自己打自己的脸的，对吧？突然间这个变化到底是怎么样子发生的？OK，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西门本身里面出现了很大的这个，尤其是 PKR，出现了地震，然后土团党 PN 里头出现了地震，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搞政治的人，从事政治工作的人有他两套了。再不喜欢在哈密迪 BB 的话呢，他也有他的一套了。这个时候呢，就摊开双手，展现出一个跟其他两个政党发生地震的政党两个集团不一样的地方。只有 Pass 这一边的话呢，他可能进不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今天可能要强调的一点是这样子，最重要的一点，我今天想要强调的，在西马的话呢，任何集团三个主要的集团，小政党我们不说，它就是像三国这样子，三个集团啊，我只要有40%选票的基本盘的，我都会勾手落。这个呢，我够吃了。OK 三分天下的地方当然看些选区了啊。尤其选区反正是固化了的，谁来也是死的，那我们不说。要不然如果出现一个选区是三角战呢，我有48%底盘的，我一定勾手落。它基层会有这样子的要求，我只有30%以下的，我一直想着是不是能够交换选票合作，你不下场，这是最基本的盘算。我能够想到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也可以看得到的，就是所以我就说，你不要说我后面插刀等等，明天转过头我把这些席位让给你，我不下场，我让你胜，你这些位你不下场让我胜，这也算是一种默契的合作，对吧？所以这个无论是国门，尤其是 Pass 行动党呢跟 PKR 这一边，或者是国政，只要我那个地方是48%以上的固定选民支持力的，我够手了。OK，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我的一个新的一个想法了。对，我一个很强烈的想法就是3-3-4的一个分比。OK，当然要看那个选区了。如果那选区你有50%的话，我跟谁合作嘛，是吧？这个呢，你可以看到呢一些党，就是你说你要精诚合作的话呢，那么行动党说我胜过了选区，我全部要选回。这对他来讲也正常，因为那个地方他有60%以上的支持，我为什么要让出来呢？我does it make sense to you？是吧？如果你是陆兆福，你也不可能做出让步的嘛，他也下不了台啊，是吧？你做出让步的话，他自己在他自己的行动党里头的话，他要让出1-2个安全区给他的马来领袖，这个都已经成为问题了，更何况你还要你的马来领袖好不容易才慢慢长大，要他推去那种开疆辟土的地方。但当然，这个是行动党的 DNA 的做法，有他们的政治考量。那我就在今天就不做这个东西的这个评述。不过我还是认为这3-3-4了，所以马六甲会不会进入合作还不知道。OK 那你要看柔佛州，但柔佛跟森美兰是铁定是不会了。柔佛州它本来就是 BN 的州属嘛，please。本来就不是团结政府嘛，本来你也没进来嘛，你在柔佛州里头就一直在搞事情嘛，一直在。那为什么民主行动党他们在柔佛州会这一次表现的这么样子的愤怒或者是气愤呢？
就是因为他在柔佛州，除了他几个他原本能够胜的那些席位之下，一直想要进入这个团结政府。这样我就不跟你合作了。就在选举前，这是 pre-election 的这个的 PAC 跟 post-election 组织政府，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很多人不能够接受这个想法，因为以前没有这样子的事情。现在国家的政治常态一定是选前结盟跟选后结盟，你这个东西你要分开来看。选后结盟是政治上的需要，选前结盟是竞选的需要，是吧？就是像国政这样子选前结盟哦，你像西马是选前结盟，有一些你说其他政党的话，我有3几个议席的话，你看西方国家各种那种多党派的国家都是选后结盟的嘛，前面骂的猪头饼啊，接下来的话呢合作嘛，它什么要治政上的需要，当然这个制度它有一个问题了，比如说像荷兰，他在3几年之内换了多少。选举了多少次？为什么？因为一直不能够在选后真正实施的结盟，这个就是应该说是民主国会选举制度的一个 bug 来了。它是一个 structural problem， 它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当你的党派太多，没有办法结盟的时候，那么它就接下来就是变成弱势政府，签各种各样的合约，然后突然间就翻脸了。OK 然后。又在选举了过后1年不到又再来一轮了，再不到又再来一轮了，哇，那是没完没了。这种民主的选举的成本就太高，它绝对不适合马来西亚。我也希望我们国家不会进入这样子的阶段。是，那么严大哥，你觉得说现在在雪州发生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州属？我们比如说我们养猪业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宗教场所的这些问题这些都你说包括统考问题什么都好了，这些问题呢，它是 public issue 嘛，是公众议题嘛。你不提的话，别人心中也已经消化过了几轮了，是吧？所以这一个议题呢，它一定会影响。它主要影响到现在自媒体发达，信息的传达的话，不是通过传统媒体，不是地方性了。第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的选民是回去投票了。这是我觉得我们民主制度里头最大的一个问题。选民已经离开他的家乡，他已经在巴生谷，但他还要回家投票。他这边生活，结婚生孩子，是，然后在这里工作，他1年只回去2次，一次是新年看他哥哥，另外一次是回去祭祖，清明节就2次罢了。他还去回去投票，你觉得这个选举是不是有问题？我们这个选区代表制嘞，所以很多人在巴生谷的或者地方呢，他都不知道他的国会议员是谁，他州议员也不是谁，很多人都不知道了，所以就造成了一些就做秀就好，真真实实在选区里面把工作做协调、资源的下放什么等等，变成不是最重要的工作。那就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不是也要来进行改革呢？就是选举制度的改革。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不是的话，你指着来指着去的话呢，为什么你这个东西你不推荐？去思考这个不推荐东西？你可以推荐说，在外国也要允许他们投票，为什么你不让这些人在他们本来的地方投票？除了新加坡，因为它太靠近 ，logistic 太多问题，人数也太多，那么你就让他们回来投票吧。甚至你要在那边大使馆投票，那也不行，那个工作是数目太庞大，是吧？所以你看，竞选们以前就提出过呢，我就看，甚至竞选期曾经要求过28天。我想这什么年代？你的竞选期，你知道一天要花多少钱吗？是吧？他说我找不到等等，所以我是觉得可能也在这些关注公众议题的这些的领袖，或者是有魅力的这些政治人物的，或者是非政治人物的话，或者是公民社会，有些时候不能够因为你想达成某个目标而妥协。当你一开始妥协以后，你已经打脸你自己了。但现在不是很好吗？就是当你一个政党可能在一个地方表现得不好，那也会影响到你其他地方的选情，是不是就是逼着政党一定要表现得更好呢？你不能够在哪个地方出错。它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效应呢？比如说现在雪州，你就一定要把养猪业的问题给解决啊，或者是它肯定会有影响。不然不是说2个管道嘛？现在媒体发达嘛，自媒体也发达嘛，你信息的传达的话，
已经不需要你人回去投票。 OK， 你可以你地方上的老朋友在那个地方的话，他们有自己他们的看法，对，是吧？就是深美兰的选民，他也会看到说你这个党你在雪兰莪你的表现如何，那我也来决定我深美兰的选择。他们已经也可以做判断了，是你不需要人回去投票，因为我们这个选区代表制，这个是我是觉得我们这个东西是个很大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你这个人跟那个选区已经30年是零关系了，已经30年了。OK 你为什么会去投票呢？而且你也麻烦，我不安排一个礼拜天给你回来投票，还要给你骂，要不然我要宣布假期，是吧 ？It doesn't make sense。是，而且你造那个成本啊也太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很想要问啊，但是其实我也找不到人来回答。应该说我找不到人来诚实的回答啊，就是你认为其实民主行动党在面临这几个危机，包括像是养猪业的危机，还有这个宗教场所等等这一连串的事件以及争议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在处理危机的能力上面，这完全是处理政治议题的能力的问题。你觉得他们处理的不好？这太差，因为这个是他们的 DNA， 喜欢高调说话来谈论的事情。我说，可是另外一种说法，这些议题很敏感，我们不要提，那也不对。没有任何公共议题它是敏感的。只是你处理它的方式，你必须敏感的去处理。像这个议题产生的话，它不是今天产生。以前马华工会或者是这个国政在治理写作的时候，2008年以前，这问题已经存在了的。它不是就是一直想办法也包庇啦，或者是维护这些猪农什么等等，我们讲猪农的议题，去维护它，然后给他们时间。像这个问题突然间就爆炸的时候，因为的统治者的行宫，他的地方就在他隔壁，那个味道他受不了。你这多少年了？那么你还高调的去替这些猪农讲话的话，你变成我们自己不讲道理了。你就应该说 OK， 业法3章嘛。OK 了 ，OK， 我们过去做的不好是吧？我们可能也把这东西按下去太久了，我们要搬进补给大概可能也不太行，那边也可以有引起的问题。那么你至少要给他们一个替代的方案。第二，给他们最后一次通牒 ，No two ways about it。你就不跟统治者谈一下嘛 ？OK 了，这个东西做的不好，对吧？所以就应该，我们就给他们最后的通牒两年，1年、2年、3年啊，那些不愿意的 transform 的，不愿意提升的 out they go 了，就这样子。就社会进步到了一个阶段，有一些产业你不能够维持的嘛，这些我是认为啦，它是社会公众议题，你把它转成族群的议题，你要把它转成哈拉non哈拉的议题，这个就是错误的想法了。你的方式就完全错了。你说这是生计的问题，这是经济的问题，那么可是它有牵涉到其他环保的议题，那么跟不健康的议题、不卫生的问题，我们必须要立业法3章，花奖的前头，时间到你做不到，滚。OK， 应该是这样子，而不是去拉布条什么鬼啊！天啊，你这个 how you going to resolve the problem？ 你不可能解决问题，你把事情计划就产生对立。这个呢，就是我们过去处理公共议题呢，你把问题计划，然后产生对立，最后那一些你以为他帮你说话的那一些人，就跟老虎的榴莲是一样的，带头跟你的，他只是替你出了一口污气。他不止没有解决你的问题，他把你往死里推你，而且你不自觉。哎呀，我看了，我们去讲这些话会给人家骂的了。但我觉得现在其实选民的意识是越来越，或应该说是大家也都发现到了这些问题，对，因为毕竟现在是谁执政，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嘛，你时间拉长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了嘛，对吧？你时间拉长，但是当选民现在失望，然后大家都在寻找另外的不同的选择的时候大家期待第三势力，大家其实都蛮羡慕沙巴沙巴可以有选择嘛，对不对？但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是马华吗？是现在的布萨玛吗？但是你自己觉得现在马华的表现怎么样子？马华有没有准备好来当一个可替代的选择呢？我先回答你之前那个问题，有些人提出说我不投票了，是吧？这个我是绝对不赞成的。
你不能让别人来替你做决定。第二，我们选人不选党，因为政党的话比来比去差不多一样，我们选一个比较像样的人，真正会做事的人，做事或者像样的人，到最后呢，他们还是要磨合的，反正不可能一党独大，也不可能一个集团独大，反正就是找出像样的人，别把能够做事理性的人把他往死里推，是吧？你把他推死的时候，上来的是替代的人，这只能走回老路，事情更加复杂化。那么讲回马华工会呢，就马华工会的，我也很诚恳的说，就是他毕竟是在国政的这个执政集团里头，有3分的被动，因为我们的这是个族群政党，就这样，我这个族群党是个更大的议题啊。我本身是觉得族群政党本身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一个做法，不是。巫统是族群政党，PAS 也是族群政党。OK， Bersatu 也是族群政党，就马来西亚包括印度国大党也是族群政党。就马来西亚的话呢，你喜欢不喜欢？你看到选区的架构、投票的倾向，都是族群都是族群的。包括你行动党，你标明说你不是，你从以前到现在，你还不是一个活脱脱，你甚至比在其他的族群看起来比马华还要华人的这个政党。对吧？这是个事实吧？你去问一下马来族群的人，就算温和的人，哇，你 DAP like it ready go， 我们是族群政党，那么怎样？那就是因为我的名字的问题吗？还是我的 DNA 的问题吗？可是马华工会一再强调，你看我们的党章，就是你在强调的就是族群做出发点，以国家利益要照顾其他族群呢，就跟宪法是完全融合的，是吧？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了。我是觉得马华工会因为是跟巫统长期的这个合作关系，所以有包袱吗？他肯定会有包袱的，因为当你的盟友变成你的包袱归包袱嘛，对，也没有办法在一些议题当中。你问行动党人，PKR 是他们的包袱吗？是吧？你问 PAS 的话呢，Bersatu 是他们的包袱吗？都是嘛，对吧？为什么？因为他的支持者的盘是来自什么？他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如果行动党继续跟安华抱在一起，那行动党下一届就不用选了。就正如大家说，行动党还是可以选，行动党还是选，行动党还是会剩这么多的选区。还会限很多的选区，但是肯定，因为他也有人说马华如果跟纳吉继续再抱在一起的话，那马华也不用选了。这个呢，就是我是觉得国政对纳吉的议题的这个处理方式，处理的不好。OK，这真的是处理不好。那么你现在不只是纳吉的问题吗？你现在因为你不可以攻击，你现在要打这个 Zahid Bibi 的话，你打不下去的时候，但是行动党跟马华没有办法走出自己的路吗？一定要跟这些人抱在一起吗？这么说吧，行动党不是表明态度要歼灭马华吗？对吧？为什么？你看马来族群的领袖，他们能够和中年人，他能够很快的又在为了共同的利益的上，他很容易磨合。为什么华人政党他特别难磨合？那你要看你的对手是怎么样来辱骂你的，怎样抹黑你的，这一种是进入你心里面那个小孩是受不了了，是吧？你心里面是很没有，我不是说要合作了，我就是说各自走自己各自，就不要再跟。那你就拼证据嘛，你就拼你的这个你说过的话，你去做嘛。你是针对我就2个国会议员，你每天来骂我干嘛？你的政治的证据的话呢，已经执政了，是全国第2大的政党，数一数二的政党了，这么强势的政党，如果用选民人数来算的话呢，以他的国会议席来这样子来加上去的话，他肯定是全国第1大政党。那么为什么你不好好把工作给做好？是该做的事情你把它做好了，你在推动改革嘛，你说过的话去做嘛。你每天去指责马华，你没有马华你活不下去，是这样的意思吗？所以有人这样讲嘛？的确是没有马华活不下去，因为为什么？我就拿另外一个例子，你看国门 PAS 他们是怎么搞政治的？第一，所有什么合作论述等等啊，他其实呢，他们很精准的看见一个事情。现在的马达林政府，它最大的问题是人民的生活成本的提升，通货膨胀的提升，钱不够用。这个呢是普遍大家最底层。你现在从 M40 已经变成 B40的人大有人在，是吧？那么这是一个感受，可是他毕竟要具体化一个对象。他的敌人是谁？他的敌人就是行动党安华就 lapdog， 是行动党 lapdog， 然后针对巫统。把他们，然后就指责巫统跟这个行动党苟且，狼狈为奸。这个呢，就是为什么你看在州务大臣、柔州州务大臣，
on office， 他说我无论如何不会要跟Satu Malaysia 是说就一起执政的意思，不是坐下来跟你聊天喝茶，或者是一起去参观这个什么一些为了公务上的见面，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不愿意跟你一起执政。然后呢，他不是讲这句话，他说你是一个政党，是吧？我并不是针对一个族群。你看我们是不是先把族群跟行动党画成一个等号？这本身是不是一个逻辑的谬误？然后更重要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那个这个国家，他的宣传机器的并没有在强调一件事情。他当时重复至少2次我在场了，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我不要再听到对方就是国门的人指责他、污蔑他、fitna。指着他一直和行动党狼狈为奸，我表明我的态度。这句话不是喊给你华人听的，他说了这么一些话的话，他是要喊给马来族群选民听的。我不会跟行动党合作、苟且、狼狈为奸。这是他的政治态度，是吧？他本来都是我在执政的，我本来都没有你在里头的，我现在不跟你合作了，我已经表明态度了。我最多不要做首相啊，我不要做州务大臣啊，我宁可不要做州务大臣。如果改天再要跟西门合作，换一个州大臣，他最多不是不干吗？ OK， 其实我相信行动党的问题呢，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啊，而且大家都有共识，认为说行动党它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现在马华应该要怎么做？你自己认为？在来届不管是大选也好，或者是州选也好，马华要如何成为一个让华社觉得是可以再次委任的一个，或者是一个新的选择，这样说好了。你觉得马华还有哪里是做的不好，或者是应该要去做的？在政治论述上的话呢，他不能够像行动党那样子，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无论你怎样诠释，怎样去扭曲他的那个定义，或者是怎样去推进，你至少一个理想让人家去追崇。其中一个我觉得我应该说的就是马华工会就是一个族群政党。当然是也要照顾其他的族群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因为党章是这么写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政党呢是能够跟其他族群合作共事的政党，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是属于绝对人数少数的地方。你不要很自大说我们人数少，可是我们要有自尊，我们要有尊严，我们要有志气。Yes, I know。可是民主制度的话呢，它是结构性问题，是投票，你的选区。你的人数还在快速的下降之中的话，你一定要一个我们是能够和任何政党合作的。当然有底线，你要推动断制法 ，no。你用回教党人很痛恨马华工会吗？没有，因为我们话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也今天这样子，明天那样子啊，我也不骗你，我就告诉你我的立场是这样子，please， 是吧？就这样子，话说清楚，不怕人家知道。不要躲闪，就是你说像我的总会长魏家强关于那个 SD 的问题，就是一直针对他这个 SD。Hello， 这个东西他当时为什么没有很好去澄清？我不明白。就基本上他是签什么 SD， 他签是给某一天去做首相嘛。当时呢，国政乌统都已经说 No DAP，沙拉威也不要跟 DAP 合作。这样看来就只能够国家不能够空摆着了吗？是吧？这样不让他做咯。你签给他是你签名给穆伊丁做首相的话，是等同于给哈迪亚旺做首相吗？都不是嘛 ，please。以前国门也不就是这个样子嘛。是。所以你想想看，这些论述的话呢，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去把它解释，把它就面对它、拥抱它、讲清楚，就是我们就很吃亏的地方。那你觉得 Rafizi 的 Bersama 有机会吗？这个呢，应该说我们把这是时空拉长一点来看呢，就是从以前旧的 PKR。包括最早期的行动党，包括民政党，这些所谓多元族群政党啊，都是想要把旧有的国政模式打破它，换一个模式来，那个是不包括帕萨还是不跟你他不跟你争朝夕的他慢慢给你磨标紧，磨一个60年80年标紧，他要的是春秋，他不是要你要朝夕，慢慢吞你标紧。阐释你就好了他不是要跟你鲸吞的那个人，所以如果有机会，当然是跟你咬一口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你说乌统他未来他应该要怎么样去走下去，跟马华就我们就绑在一块。回答你刚才的问题，马华的这论述，我是觉得要把论述说得更加清楚一点。当然，我更是希望选民，当你做了比较之后，你想想看，如果你选出来的人讲的话，就
说过的全部不算话，他也没有尝试去努力做，你也看不到，你还是要支持他，那也是一种选择吧。那么就我想说，你自己找来的吧，我们就只能够就是变成一种工业了，你不喜欢你就变成一个工业了。那么我想要请你来预测一下，在这次的州选当中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因为现在整个的局势蛮混乱的。我们就讲华人的选民好了，你觉得接下来华人是不是就会像坊间谣传的那样，大家都不出来投票了呢？我不认为，可能投票不至于到85%-90%，他还是会投票的。在过去呢，就算以前的国政独大的年代啦，华人的投票率的话呢，从来没有少过75%的。就是很积极投票的，无论是支持跟反对，他都是很积极的投票的。所以华人在公民这一方面的公民意识是相当强烈的。至于你的选择，我是希望大家做一个比较理性的评估。像 Bersama， 他号称说有很多人加入他们嘛，那你觉得说 Bersama 在这次州选当中呢，他的气势是不是非常的强大呢？你觉得他在州选前，他能够把这个华人选民的这个凝聚力给凝聚起来吗？他的能量，毕竟 Rafizi 跟Nick Hasmila 他们跟柔佛州并没有很直接的这个联系，对吧？那么柔佛州毕竟是国政梧桐的大本营，那么过去几年的政治的这个 MBC 的整个团队，平均年龄才40来岁，才40出岁罢了，可能都94岁左右，而且做了没日没夜的不停的干了。我是觉得这政治工作，你是要选出来的人替你做事的话，如果他做了很多，你还不给他一点认同，然后你就觉得这样子做的话，那就会再重新出来，这基本上是一派胡言。那就出不出来的话，不是我和你说了算，也不是周大成说了算，也不是吴桐说了算，那个是统治者最高元首说了算的，还要经过一些程序，对吧？那么你觉得现在的选民对于这样子的话，还会像当初一样100%的买单吗？肯定会少掉。有些人可能就不会舟车劳顿回去投票，因为毕竟只是州选，州选跟中央选举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不过我还是鼓励一定要投票的。可能我讲到这一点，为什么要投票？第一，你不要假手于别人，自己做个决定，尽量投票。然后如果你觉得所有政党都打不累八盖，是吧？你选人吧。你觉得那个人，你的评估是觉得他比较行的。不过我在国政的一个的马华的一个年轻的党员老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当我们每天喊着历朝的来临，你每天喊着历朝，主要也就是这不是土团党了啊，就讲的就是 pass 的禅事情都慢慢往南走了。我们有想过，能够阻止历朝的是华人还是国政？是西门还是国政？是巫统？讲来讲去就是唯一能够跟 pass 斡旋的，也就只有巫统。上一届西门跟巫统在一起，其实就是想要防止绿潮，不是吗？这是一个前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嘛，不是吗？那是 post election 的 plan。如果再下去，在选举、在投票的那一刻，你行动党喊的再多的话，你有几个议席是和 pass 竞选的？你有几个议席是跟巫统竞选的？显得那只是显爽的了，那是 PKR 跟阿玛纳都不要的地方，是吧？或者是布萨杜非常强大的地方，也没有2个。所以真正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吊诡的地方，你要阻止历朝是吧？二害起其轻。我不是在讲政党的好话。当然，它结果是效果是这样子啦。二害起其轻，真正能够阻止历朝的，一定是巫统罢了。你把它碾死的话，你的结果就是巫统他发现到他的马来人的底盘的支持越来越少，你就不排除他会跟 pass 合作。了解。那你自己个人呢？你自己个人有什么规划？你还会再出来选吗？你说这次柔佛州的选举，我当然会协助我那些的党同志竞选，而且我也极力的推荐年轻人的竞选，让新的一代呢有不同的带来新的这个元素。那么以这新的一代的话呢，当然我们身为比较资历比较深或者是比较老水了，那么也要把他们分享一下过去发生的事情，不要犯下同样的这个错误，应该怎么样把政治工作给做好，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啦。我是希望说，
大选应该现在可能也不太久，也可能是明年年头的事情。我是希望说到就是选民呢能够思考了，就要思考。我刚才重复我刚才讲的那句话，能够阻止 pass 撞到的就只有巫统。如果那个巫统的那个候选人是你最痛恨的那个人，那也就算了吧，你也投不下票，我是你我也投不下了。要不然的话，你还是要思考一下的。进入三角战是必然的，很多地方。那么再一次非常谢谢严大哥今天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相信在这一次州选之后呢，这个大选应该很快就会来到了哦。那我相信马来西亚的整个的政治局势肯定还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的。到时候呢，如果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机会再请严大哥回来跟我们来进行分享。好，那不晓得大家对于今天严大哥的这样子的一些分享呢，有什么样的看法？都欢迎你可以在下面来给我们留言进行互动，不要忘记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财经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